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只因提醒了句关系户，敲代码，多写注释和文档。作为技术骨干，转头我就被经理公开批评降薪，仗着资格老就苛待新员工，压根没把公司放在眼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1个月3万的工资降为3000，扣下的就当奖金贴补新人了。敢反对，算你自动离职。散会。10个核心项目，007的工作时间，1个月只给3000，我直接带着几个核心员工拍屁股走人。1个月后，因核心项目停滞，原公司损失过亿，被总部吊起来骂的总经理打来电话，求我救救公司。我摸着自己烫金的董事名牌，笑得灿烂。Sorry， 我反思了一下，作为员工，我确实没把公司放在眼里，所以爷现在不是员工，是老板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并不知道那个郑乔是关系户，只是因为他干活实在拖沓，技术水准拉胯，我就站在他工位旁，随口提醒了一句：敲代码要多写注释和文档。说实话，我对女人语气都没这么温柔过，怎料不起眼的一句话，郑乔听后居然键盘猛地往前一推：你行你来。我微微皱眉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你什么工作态度，我就这个态度，怎么看我不爽啊？郑乔虎目圆睁，我见状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，也没再说什么，都是出来赚钱打工的，他又不是给我干，大不了以后少搭理这个火药桶。我就是有些质疑，这样的能力和脾气是哪个 HR 眼瞎招进来的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我旁边的小刘朝我挤了挤眉毛，滑动板凳到我身边小声说道：林工，这位爷是总经理的外甥。我略有震惊，怪不得，但我也没多想，继续埋头苦干，努力搬砖。怎料不到10分钟，小刘又跑过来戳了戳我后背：林工，那小子去办公室了，不会告状去了吧？告什么状？我提醒他，还有错了，咱肯定是没错，问题是现在刚毕业的小愣头青，正是整顿职场的时候，别添油加醋呀，爱咋咋地。老子兢兢业业10几年，公司技术骨干，还怕他砸了我饭碗不成？小刘抿了抿嘴，没说话。正说话间，总经理突然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沉声道：所有人进来开会。小刘瞪大眼睛：你看吧，林工，肯定是我猜的那样。呵，我冷哼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就跟着部门的同事们一起走了进去。郑乔斜倚在总经理的办公桌前，双臂交叉，鼻孔朝天地盯着我看。我丝毫不躲避，眼神同样紧盯着他。见人到齐了，总经理猛地怒拍桌子：太过分了，林工，刚刚有人举报你对新员工不友好，公开排挤。我笑道：总经理，您直接说是你外甥不就好了？所有人憋着笑，把头垂了下去。总经理勃然大怒：什么外甥？他就算是我外甥，来这里上班也都是员工，对待新人一点都不耐心。我看你就是仗着自己是老员工，根本没把公司放在眼里。从今天开始，你1个月3万的工资降为3000，扣除的部分就当奖金贴补新人了。敢反对，算你自动离职。散会。听到这番话，我当时确实很意外，就像我刚刚才和小刘说的那样，我是公司技术骨干，好多项目没我都做不下去，就算是总部，也是隔3差5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对当前工作薪酬的满不满意。总部那边都怕我跳槽，结果他居然为了偏袒一个关系户，公开批斗我就算了，还敢给我降薪。我笑了，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
我们总经理空降上任还没半年，据说是总部外聘来的管理，以前在日资企业和多家上市公司担任过要职。刚上任那天，第一次开会，他就表现出了极强的领导欲望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新来的总经理，我姓宋。听说咱们企业有好多技术元老、骨干精英，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你们。我个人呢，也非常好学，带过的技术部门无数。一般来说，技术员工能做的，我也能短时间学透、学通。讲个有趣的事情，我上一家公司，因薪酬问题，技术部门全体罢工。我身为总经理，当日便下沉到技术部，所属的项目一天都没有延期。所以请大家，尤其是自以为很优秀的元老，都收起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沉淀自己，踏踏实实。他这些话说完，我有个同事没忍住轻哼了一声。没想到这个总经理直接当场点名，质问同事什么意思。同事也没惯着，直接开口：听说公司增加了绩效考核。没错，我亲自定下来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。公司额外给我们加钱做绩效可以，凭什么在我们工资内划出来一部分做绩效？那不是变相降薪？此言一出，现场众人都面面相觑，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可能是这个同事有朋友在人资部，消息比较灵通。会议室内的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众人的不满情绪显而易见。可还没等举手反对，总经理就指向同事：你被开除了，去人资办手续，该给你的赔偿一分不少的给你。说完继续说道：制度是我签发的，绩效也是我定的，大家如果有人觉得接受不了，可以跟他一起去人资结工资。这几年经济退步，我们不能光看钱，要多为公司考虑，毕竟没有公司的话，你们连1毛钱的工资都拿不到。这么为公司考虑，那我们干脆打白工算了。另一位同事嘲讽。总经理往那一指：你也被开除了。还有人吗？一起来！连续开除2人。会议室霎时间安静了。散会后，我收到了绩效考核标准，结果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发现这个规定下，绩效基本都是拿不到的。按照这种方式计算，每月实际上变相砍了约1万元的工资。干，那还有毛干头？我直接随着那几个人去了人资，准备办辞退。可没想到，下午办的手续还没到晚上，总部的人事总监就给我打电话，说什么都不肯让我走。我直接表达了对公司新制度的不满，结果人事总监只给我4个字：你的不变。行，不变我就继续干呗。结果第2天上班，总经理直接问我不是办了辞退，还来干嘛？出于尊敬，我没对他，但也没说话，径直去了自己的工位。总经理见状，这可来了脾气，直接把人资喊到了办公室。不一会儿，人资的人就偷偷告诉我说，总经理问流程了，问我为什么没走，而人资的回复是总部通知的。这种越过他这个一把手，直接与总部建立联系的行为，让他动了怒。当天中午就开会，声称要严厉打击这样的行为，还再三强调什么汇报工作、反映问题要逐级上报。我就笑笑没说话。话说又不是我主动向总部打小报告，是总部那边先联系我的。这次开会，总经理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道姓，但是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往后总经理就各种找我麻烦，明明做好的工作报上去，他总能吹毛求疵，找出几10条问题，然后让我们部门的人一条一条的改。他是想通过这种行为激发我们部门人员的不满，从而迁怒于我。但实际上，
我们部门的凝聚力强得吓人，不止一个同事找到我，劝我出去单飞，别特么伺候了，还是我一个一个安抚下来的。原因无他，就是总部对我不赖，看总部面子。可后来一次项目，总经理居然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指名道姓地骂我，说我不细心，有点实力就飘上天了，当心摔下来摔死。那天我没忍住，一瓶矿泉水就甩上了讲台，矛盾也在那一刻开始彻底激发。总经理当场报警说我蓄意杀人，他怀疑矿泉水瓶里面是硫酸，自己吓自己，差点没吓死。结果警察到来后大写的十分无语，只是建议他搞好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就走了。这还没完，总经理还借题发挥，不止一次向总部请示开除我，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不清楚，只知道结果是驳回。虽然如此，但有一说一，我是真干够了，干得够够的，干得不顺心，我不止一次想走了。这不，现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。总经理再次当众动怒，说给我降工资，还不允许抗议。上次都拿水甩他了，这次我怎么可能还惯着他？我直接起身冷笑，我的工资是你说了算吗？嫉妒心别太强了，哥们，就算不想干了，我也必须喷他几句。此言一出，会议室的人都侧过头，等着看总经理笑话。老人都知道我在公司的地位，就想看看这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总经理接下来怎么下台。总经理咬牙切齿，还没等他发飙，他的好外甥郑乔先不干了。林天意，你他妈的没大没小吧？我再听你他妈一句试试。郑乔是00后，肯定是架不住这样激他，当即跑过来揪住了我的衣领。马勒戈壁的，你跟谁俩呢？我就他妈怎么去你妈的！我挣脱开，直接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。郑乔被我打倒在地，反扑上来跟我缠打在了一起。别看他是年轻人，但老子也正值中年，健身房每晚撸铁，我不打死他。郑乔被我打得鼻青脸肿，员工们怕再打下去会出事，这次才赶紧上前拉开了我们。郑乔吃了亏，气得脸都黑了，咒骂声不断，但是真不敢再上前惹我了。怎料这时候总经理突然大喊一句：报警！他故意伤害，报警把他抓起来。郑乔也是来了精神，赶紧拿手机报警，口中嘟囔道：我他妈讹死你！半小时左右，警察来了，一舅一外甥当即指控我故意伤害。警察板着脸问我怎么回事，我摊了摊手，表情无辜。他上来打我，我被迫防守的，谁知道他根本禁不住，推了一下就撞成那样了。你放屁！我只是过去拉你衣服，我没打你，全程都是你打我。总经理站出来，我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，警察同志，我可以作证，是这个人打我的员工。俩人沆瀣一气，看情况是想把故意伤害的帽子给我扣死了。此时我身旁的小刘镇定地举手，面露不满地说道：不是，是郑乔先动手的。对，是郑乔，林工只是正当防卫，他自己磕桌子上磕的。又一个人表态，紧接着就是第3个、第4个、第10个。整个会议室除了总经理和他的外甥，所有人都站在了我这边。总经理和郑乔的表情简直难以形容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有人能委屈到五官扭曲。实际这都是他自找的。到了这个局面，不是1天2天积累的怨气。就按小刘来说，年纪轻轻刚结完婚，有房贷有车贷，结果以前能拿1万多，现在才到手7000，他早就不想干了。一直劝我出去单干的人中就有他，还有我左边工位的老张，技术不错，
就是年纪大了点，眼瞅着退休了。结果这个不是人的玩意，不仅把保险基数降了，工资也给人家降了一大半。老张每次喝完酒就拍着桌子骂他娘。类似这种情况的，全会议室的同事都有过，所以他不得民心，引发众怒，换来今天的委屈不是偶然。警察走了以后，总经理瘫坐在了椅子上，反了，全都反了。林天意，你工资降到2000，爱干不干？其余人每人罚款5000。你看这人还不是太傻，知道总部公司袒护我，所以不直接开除。就算闹成这样，也不敢开除，只是降我工资。其余人他也不敢全弄走了，技术人员都走了，那公司还不得瘫痪，只能用罚款压迫大家。但他忽略了多个要点。我会接受这个薪资吗？总部会同意吗？他要罚款员工5000，员工认可吗？合法吗？以小刘为首的年轻人甚至想当场跟他硬刚。我招呼他们，示意大家都离开。接下来他可有的受了，跟这种人说话简直是浪费口水。离开会议室，所有人都不干活了，跑过来劝我，林工，单飞吧，这种 JB 企业和领导还有什么毛线干头，就是太踏马憋屈了。我是一天都不想干了，马德本来赚的就不多，这罚点那扣点真是踏马了。哎，拿着几千块的工资，干着1万块的活，挨着3万块的骂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着。实际上我也萌生了单干的想法，但是想到以前自己落魄，父亲生病需要钱的时候，是公司提前预支工资帮自己度过的难关，我就又犹豫了，觉得做人不能这样。但是面对这个让人头疼的家伙，我也是怨气冲天。索性我对大家说道，先坐着，如果大家真的被罚款，有愿意跟我走的，一起走。听了我的话，大家都用力握了握拳，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工位。我原以为几乎涉及整个技术部了，总经理那些个决定肯定得三思而行，可没想到当天还没下班，人资就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所有技术部的人都看着，盯着办公室的大门。人资在里面待了半小时左右才离开，临走时向我投来一个无奈的眼神。我心想，得了，这个总经理没救了。人资刚上楼就给我发消息，你的工资变成2000了，其余人罚款5000。他说这件事不让上报总部，直接在工资里面扣。我劝了他半小时，都跟我急了，说什么让我直接执行命令，还给我拟了一份正式的降薪罚款通报。简单看了眼签了字的通报，我深吸口气，像是长久以来渴望的自由终于到来，心中涌起一阵轻松。到了下班时间，我就站起身来，开口说道，大家今天不加班了，我请客，咱们聚餐。这些人都知道我这话什么意思，纷纷起身关电脑。就在这时，总经理终于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谁让不加班的？谁允许你们不加班的？我没搭理他，拎着背包就走，其他人也紧随其后。总经理气得直跺脚，谁敢走，我把工资全给你们扣了。旁边的郑桥跑过去拱火说道，老舅，走就走，怕他们干啥？我来干。那个叫林天意的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其实是个屁呀！你一个月给我开3万，我给公司玩了命的干。总经理也接着喊道，你们今天要是走了，明天全部自动离职，谁也别想再回来，求谁都没用。他尽管喊，我们没一个带回头的。到了聚餐地点，我把自己要创业的想法告诉了他们。干技术干了这么多年，认识的客户也不在少数，我让大家放心，工资薪酬一律在原公司基础上统一上调50%。他们全都激动了，
纷纷表示要跟我一起干。我也笑了，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件事要干。我们兢兢业业做了这么久，不能他说罚款就罚款，他想克扣就克扣。第二天，我们全都打电话投诉，要求公司按照法律规定赔偿损失。这事闹得挺大的，连劳动监察大队和劳动仲裁的人都来过我们公司了。他干过那么多次经理，对这些法律法规肯定也很清楚。骂归骂，该给的赔偿还是给了，整件事都被他压着，没告诉过总部。而且我听人资说，他正在大量招兵买马，准备重组技术部。他的外甥正巧任技术部部长。我呵呵了，没记错的话，1个月后就有个大项目落地，设计周期只有1周，我看他怎么玩。而我这边在跟老婆开诚布公后，得到了老婆的大力支持，甚至不惜将房子抵押出去办贷款，也要支持我创业。我信心满满的拿着贷款租了个写字楼，开始大干特干。前期自然是联系客户了。之前在公司因为项目上的技术沟通问题，客户一直是跟我对接，联系方式我全都有，打起电话来一点都不犯怵。有些客户爽快直接，当场甩来订单，也有些客户会好奇地问我，之前不是在某某公司上班吗？出来单干了。面对这类问题，我都是一五一十的坦诚相待。在公司被领导排挤的活不下去了，被迫单飞，大多数客户都会同意转而跟我合作，当然也有一部分会因为与公司的深交拒绝合作。对于这些，我都是客客气气的回复一句没关系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反正以目前的订单数量来看，够我们这个小公司起步了。跟我出来单飞的人能知道订单量和利润大小，不少人提出拒绝50%的加薪，等公司步入正轨再涨。但我反驳了他们的提议，就按之前约定的来。男人嘛，一口唾沫一颗钉。而且我并不是胡来仗义，是因为自信，10几年技术打底的自信心。新公司有条不紊地运营着，然而就在半个月之后，一通电话打破了公司的宁静。林天意，你居然仗着自己以前干技术认识的客户多，跟公司抢客户。是总经理打来的电话，上来就开喷。能猜到这个，那些拒绝和我们合作的客户都跟公司有深交。我出去单飞，他们肯定会有人通知公司的。我靠在椅子上笑道，自己能力不行，就别怪别人撬你客户。林天意，你是真阴险啊！公司怎么引了你这头狼进来？我喜欢狼这个称呼。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我就挂了。你别挂，我问你，你之前某某项目部代码的注释和底层逻辑在哪儿了？发给我。我愣了一下，他难道要拿我之前的代码乱改一下，去糊弄新客户？很明显，他新招来的人不行啊，还得靠我的注释和设计。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我现在不是你的属下了。OK， 我要的是之前的代码注释。你听不清楚吗？你在公司做的工作成果都是公司的，懂吗？傻 X， 骂了一句我就挂了。结果在第2天，惊喜突然降临。之前有几家拒绝和我合作的客户，主动又找上门了，态度那叫一个好。林总，前几天说的合作，现在还作数吗？我开心至极，当然作数，比之前的费用降低5%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派人过去签合同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之前不答应，现在突然又回头了？直到签合同的人到来，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。合着项目送到原来的公司后，他们做不了，延期了几次也拿不出成果来，可算有一家公司项目勉强验收。
结果验收发现一堆逻辑漏洞和设计漏洞，货不对版把频出，一气之下差点把老东家给告上法庭。这些事被我公司的员工知道后，笑得前仰后合，都说这就是报应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客户碰到鼻子回来找我，我公司的业绩也直线攀升，终于不再为开工资而担心亏损。至于前总经理那边，也是气急败坏，愤怒至极，看着被我撬走的客户越来越多，公司营业额直线下降，一气之下居然来我公司兴师问罪。他是中午赶来时，我们公司正在办公室聚餐，大家喝着肥宅快乐水，吃着炸鸡，有说有笑的。总经理一走进门，直接傻眼了。你们都来这儿了？我们齐齐看了过去，相互眼神对视后，都嘲笑不止。林总，我们先干活了，感谢林总请吃的炸鸡。大家调侃了一声，马上要回归工作。而我抬手道，现在是11点30分，属于下班时间了，加班自愿，加班费双倍工资哈。哦耶！林总大气，不像我之前的公司，铁公鸡何止是铁公鸡呀，简直都不是人啊！哈哈哈！尤其是我们那里的总经理，啤酒肚一挺，罚你们1人5000，结果被我们告了，还不是乖乖按规定赔偿？大家冷嘲热讽，总经理那张脸简直没法看了。我哦了一声，这位先生，你找谁？总经理紧咬牙关，林天意，有必要搞这出吗？你抢了公司的客户，你知不知道？公司养了你10几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公司的吗？我命令你马上关停公司，回去给我上班。总经理一套说辞下来，行云流水。我走过去，踩着皮鞋走过去。你哪位呀？我还真是庙小妖风大，水浅王八多。你算谁呀？就来我公司大呼小叫。你现在应该考虑怎么让公司活下去，而不是来这里找妈。懂。总经理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但接着又企图对我道德绑架。我承认我罚你钱，降你工资有些鲁莽了，但是你也不能跟公司对着干吧？吃水不忘挖井人。别，你不用道歉，也不用道德绑架我。我开公司合法合规，大家都是公平合作，你哪来的资格在这又唱又跳？总经理咬着后槽牙，目光越过我，向在场的每一个人说道：你们谁愿意回公司？薪资不变，绩效我还按照以前的来。大家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低声嘲笑。我也冷哼一声，现在他们的工资比原来的可是高了50%，高50%。对呀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没办法呀，咱效益好，公司赚钱。怎么样，你有想法没有？我这里还缺一个保洁员。总经理脸都黑了。林天意，你不用狂，你们听着，谁愿意跟我回去，我给他工资翻倍。林天意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我比？和公司拼资本，你还不够格。他自以为大气地喊完，公司里鸦雀无声。我双手交叉，你看有人理你吗？总经理愣了一下，工资翻倍你们都不走。有人低声嘲讽，傻逼，信你老子还不如信一头猪。好，这是你们选的，你们等着后悔吧。我们等着。倒是你，可别再来求我们了，求你们，我要是再来，我跟你林天意姓。说完他就走了，好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我摇了摇头，叹气，这种人治好了也是流口水。晚上，关系户正巧给我发微信，一看到头像，我暗骂自己忘性大，当时怎么就没直接删了他，现在来恶心自己。本打算直接一键删除，结果就看到他发的消息：林天意，你等死吧！我老舅找外援了，技术行业的顶尖工程师，有他在，
用不了多久就要把你的客户统统再拿回来，让你血本无归。我摇了摇头，论技术，我还没服过谁。结果正巧马上发过来了一个名字，把我给惊呆了。认识王大力吗？行业内顶尖工程师，怕了吧？哈哈哈！好家伙，我怕死了。王大力不是我那死党同桌吗？他这名字极具辨识度，我猜和他同名同姓的在业内绝没几个人。我马上给王大力发了条消息：大力，听说你要去某某公司了。大力几乎秒回：擦，不愧是行业精英啊，我还没出发你就知道了。哈哈，当然知道了，那家公司都拿你威胁我了。啥？威胁你？啥意思？我把事情简单描述了一下，大为震惊。卧槽，你是从哪里出来的呀？他们秀逗了吧？我这技术水平能威胁到你？不是，等等，你自己开公司了？卧槽，你牛逼呀！开公司不叫我是不是？来吧，我给你发个位置，见面聊。我把公司位置发给了大力。晚上在公司，我和大力碰了面，二人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。大力上来就捶我胸口几拳，表降低，打小我就看你行，哈哈哈！没说的，你必须给我留个坑位，我给你干得了，工资你看着给，别太寒酸了就行，咋样？我笑着调侃他，我工资可比那家公司给的低呀。多低？不够吃饭的？那倒不至于，但是咱们这包吃包住，那还说啥？直接入职。大力爽快签下合同，看到最后一页薪资待遇后，这家伙原地跳起来半米高。卧槽了，这工资这么高！王大力被我截胡，有了他的加入，我公司的技术水平更上一层楼，项目干的速度明显加快了。而郑桥那边居然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。郑桥一直以为我没回他微信，是被王大力吓到了。直到我们去参加行业会议，在会场看到了代表某某公司出席的郑桥。郑桥见到我们，大吃一惊：林天意、王大力，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？我和王大力连话都没跟他说，坐在后面。我能看到郑桥身体在抖，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，因为他们的项目今天开始了，接下来该他们绝望了。这不，行业会议刚刚结束，郑桥就跑到前面大声喊话：诸位，我们公司招兵买马，有一个很急的项目需要跟进，有想加入的请留下来详谈。走了一大部分，留了一小部分，我和王大力没什么好奇心关注，直接离开了。走了以后才知道，郑桥病急乱投医，居然临时拽了几个2把刀走了，这不找死吗？他们项目开始的第3天，郑桥突然来了我们公司，一进门，先是被我们工作的场景震惊了一下，紧接着他就嬉皮笑脸地朝我走来：林总，嘿嘿，怎么了？郑部长。我略带调侃，郑桥嘴上的笑意更浓。这不是公司总部拿了个重要的项目过来，咱公司推进起来遇到了点小麻烦，想请您。没空，我直截了当。郑桥焦急加码，可以给钱，这个项目如果做了，给你20万，近1000万的项目给20万，一是给的太少，二是我根本没想赚这个钱，所以直接下了逐客令，把他赶走了。结果就是他人中午走的，下午就带着他们总经理来了。宋经理来的时候，表情那叫一个纠结，想摆谱子又不敢摆出来，所以露出了一个极其尴尬的笑容。我呀了一声：宋总经理，前几天是谁说不会再来的？哦，不对，我现在不能叫宋总，应该叫你林总了吧？跟我姓。总经理尬笑了几声：天意，别说得太生分了，是我的错，我错了，你赶紧帮帮忙吧。公司这个项目
要是丢了，可就完蛋了。我端起茶杯，抿了一口，完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已经离职了，跟你们没关系啊。另外，我记得你之前说我目中无人，没把公司放在眼里，对吧？ Sorry， 我反思了一下，作为员工，我确实没把公司放在眼里，所以爷现在不是员工，是老板了。我的员工们笑个不停，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宋总经理尴尬地站在原地，身体都开始抖了，半天憋出来一句：提个条件吧，只要我能办，一定满足你，行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啥条件都不接受，就是不帮你。怎么能是帮我呢？你是帮公司啊。听到这话，我笑了。宋总经理，你现在是骑虎难下，非要我给你挑明吗？集团总部都不敢开除我，就你敢开。你既然敢开，那你就得兜着，兜到这件事结束。总经理听完轻咬牙齿，大不了我也不干了，说什么帮我，那是你的问题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爱干不干，也不是给我干的。送客，总经理不想走也没办法，我意已决。现在他终于兜不住了，事情捅到了集团总部。晚上总部的人事总监打电话给我：林工，听说你矿工被辞退了，还带走了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。好家伙，矿工！直到现在，那个宋总经理还想着往我身上抹一把黑锅底。我没矿工，技术人员也都是自愿跟我走的，是宋耀武克扣工资、胡乱罚款导致。林工，这件事我会调查，麻烦你赶快带人回去行不行？公司那个项目非常重要，可不能有什么闪失。不好意思，赵总，我已经自己开公司了，回不去了。你开公司的事情我知道，宋耀武都跟我说了，没关系，那些客户想用谁就用谁，我们不干预。项目要是完成了，你再回去就行了，可以吗？回不去，回去心里憋屈。他开除我们都瞒着总部，要是我们没有出来单干，岂不是都被雪藏了？所以为了大家的尊严和底线，我们没法回去帮忙。对面人事总监叹了口气，我这就调查一下。当晚凌晨时分，电话又打进来了，让我查看一下微信。我迷迷糊糊打开看了一眼，那是一份辞退说明。集团总部发文，直接把宋耀武开除了。林工，董事长连夜要求开除宋耀武，想请你一定把这个项目按期做完，利润可以5-5开。我们董事长注重诚信，而这个项目的背后大佬也非常看重诚信。约定好的1周，如果到期完成不了，那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可就大了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既然能开除宋耀武，那我就可以干这单项目，5-5开，利润还行，那就给个面子呗。因为要赶时间，我连夜在群内通知，明天到某某公司门口集合，还不忘跟他们解释一句，干一个承包项目，干完就撤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手下的员工全到了，我大手一挥，兄弟们，这单项目完成，每人3万块的奖金。员工们笑得合不拢嘴，立刻进门。到了技术部，宋总经理还没走，见到我们就跟看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当即命令所有技术部的人让位置，我们接手项目，根据他们的进度，现场研讨开会分工。全程这个宋总经理都没离开，还嘱咐部门的人好好学习，仔细看着。我都纳了闷了，他都被开除了还不走，在这里碍什么眼？一干就是20个小时。次日一早，项目终于完成了，我们长舒一口气，准备起身回去休息。而这个宋总经理居然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句：2万块酬劳，谁跟我去领一下，签个收据。我那员工小刘当即怒了，什么2万？不是说利润5-5开吗？
宋总经理大眼一瞪，5开，你们疯了吧？公司拿来的项目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拿一半？我拦下暴怒的小刘，走到了宋耀武身边。宋耀武，你是还没收到通知？发钱还轮得到你来发？什么通知？你不就是总部逼回来的吗？我最多只能给你2万，总部承诺的我兑现不了。我轻蔑的一笑，随即拿出他被辞退的文件。宋耀武傻眼了，辞退我？怎么可能？见他不信，我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人事总监那里。宋耀武，经集团总部研究决定，你已经被开除了。文件还在走公示流程，但是不影响，因为董事长已经签字，请你收拾好自己的物品，明后2天会有人过去顶替你的位置。宋耀武愣住了，大声质问：因为一个技术工，你们开除我一个总经理？林工是我们公司吃饭的筷子，没了这双筷子，公司受到的损失无法估量。既然说到这里了，我还要通知你一件事，由于林工被你非法解雇，且未进行上报，故意隐瞒此事，从而对公司经济造成了影响。对此，公司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。追个屁！什么狗屁公司！我呸！宋耀武恼怒地挂了电话，拎上东西就走。郑乔全程傻眼，见宋耀武要走，赶紧追了上去。老舅，你走了我去哪儿啊？你回去找你妈！他妈的，全是你害的！宋耀武一巴掌扇在了郑乔的脸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喂，宋耀武，我们公司还缺个保洁，上次跟你说过，你考虑考虑呀！我痛打落水狗，对着他大声喊了一句，全公司的人哄堂大笑。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不菲的收益，而宋耀武被集团总部告了，倒不是让他赔偿经济损失，而是告他挪用公款、收受贿赂。后来判多久我不清楚，只知道他的确进去了，也的确赔了公司一大笔钱，这辈子算是完了。而郑乔在这个行业里也出了名，直接被全行业拉黑，只能背着行李回老家了。而我秉持本心，无论赚多少钱，除了该有的工资福利，每年我都会拿出50%纯利拿出来，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大家。没别的，大家咔咔给我干，公司蒸蒸日上，前途一片大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